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向佐。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再次介绍我自己。其实我出道了20年了，第一部戏就是《霍元甲》，没有名字，然后出现了可能不到1分钟吧。第二部戏就是隔了5年后了，做一些跟组演员，算是跑龙套吧。慢慢到7年后，我开始演前度，那个配角当时还挺出彩的，因为阿娇，我荧幕的初吻就给了个他了。之后我还接了一部我自己很开心的戏。因为那一次是曾国祥导演的第一部戏，他也为了我这个角色跟制片方争吵了3个月，非常感动。还去 TVB 演了一部叫《铁马寻巢》的一个角色，是个反派。之后我就闭关了6年到7年左右，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演了一部主演的电影叫《封神》，然后《封神》里面就演一个雷震子的角色，再演了一部叫《我的拳王男友》，就是跟杜琪峰导演的。现在我在等待一部非常我期待的电影上映，叫《门前宝地》。从我18岁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空间去演戏，真的包括中国香港全部的导演跟制片人。其实我讲的是我小时候，以前我是这么觉得，没人给我机会去跑龙套。但是我现在来说的话，可能是不是我当时不够优秀，也有可能他们会觉得我干嘛要找向太的儿子来跑龙套，我没事吧。除了武打以上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的演技是被低估了。比如节目里第1集的莫扎特之死，虽然很多网友在调侃它是个舞台式的表演，如果你是100米200米看的时候，有可能你看到是刚刚好的一个情绪。我觉得我没有演过，我也并没有后悔我这样去演绎。而且我在想透露一个信息，百老汇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，他正式邀约我去演这个舞台剧，正式的这个莫扎特之死的舞台剧，年底会在国家大剧院可能会演出。我还没正式签约，但已经接到邀请。对，因为这个片段，我受到正版的邀请。这支无限超越班其实对于演员向佐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大家也能看到网络上什么人情世故各那的，其实并没有这种东西。他们也照样回香港，我也跟我父母说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一声招呼，真的，我想靠自己自身的能力，能不能在这个节目站住，能不能给观众一个惊喜。这个节目里的大部分的导师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，我真的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上这个节目。我想就是我进这个房间第一刹那，他们才知道我进来了，就公平公正的对待我。所以其实他们对我蛮狠的，只是在某个平台他们会二创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回香港。其实中国香港很欢迎他们回去，随时可以约出来吃饭的，也不至于这样。我最想合作的是吴镇宇老师，在这个节目里，因为他给到我的是非常真诚。网友们真的觉得他有人情世故的顾虑的话，他怎么会说向太太啊，这样不行啊？来到无限超越班，你就要准备给他怼。他也不是第一次当表演系综艺节目的导师，我都看过，他有多狠，我知道的呀，我有准备而来的。其实我觉得面试判官对于郑宇老师来说很正确啊，他表情真的特别多到我都想模仿他。他很多这种就是那种都看不下去的那种镜头，我觉得很可爱啊。但是呢，他弄完以后，他就会好好的去调你。我越点评你的人，我就越理你。这个是我觉得他很公正公道的一点。其实参加这个节目之前，我真的没想过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尤其鼻孔，谢谢你们。但是从鼻孔开始，可以到表演上。我那天说了一句话说，请摄影师不要从鼻孔拍我，其实是调侃式的，并不是认真的，是怎么拍都可以，因为
从演员角度，你就要接受任何角度的拍摄。家里人对于关注热度其实不太 care 的，他们最 care 的是我的身体，我最 care 的也不是我的关注度，我最 care 的是我的孩子们，我老婆有没有很开心，就是我有没有时间去陪他们，因为我老婆是为我付出了很多，真的非常感动了。其实我其实只是想非常努力的想证明自己在市场得到更多工作，去为了这个小家庭，并不是说为了更多的热度来说，其实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外界说我长得不好看啊，太凶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困扰，我老婆太美了。长得不好看是从我跟我老婆一起开始出现的这个词语啊，我觉得我并不意外，因为我很爱我老婆，然后我也觉得她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，然后那我做个美女与野兽，我一点都不介意，我就是她的野兽，那我无所谓的呀。讲到凶的话，其实武打演员多多少少会给人家一个很凶的感觉。我平时是一个很随意的人，我也很宅的一个男生。我有没有容貌焦虑哦？我真的没有诶。其实我对我的容貌真的还好吧。其实我爸妈对我严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叛逆期。我的叛逆期并不是说去哪里混啊，去哪里蹦迪啊，跟那的。其实我某程度是因为自己，我是那种情绪，我会有点忧郁的一个小孩来的，所以他们会很关心我，并不是他们带给我的忧郁，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忧郁。因为可能我星座问题，我现在巨蟹座很容易就产生忧郁，就是一种就是比较容易会哭啊，自己心里会憋着的。我爸我妈在我人生中其实年轻的时候干预还蛮多的。我希望自己再有一个一技之长，是市场可以有竞争力的，就是功夫武打这个东西。那我需要钱，我当时没钱，我需要问他们借这个钱。在生活上其实他们很支持，尤其对于他们的孙女孙子，他们很疼爱他们，还有他们也很疼爱碧婷。这个是我这真的我不知道我哪来积得的福，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家庭，真的开心。婆婆疼爱碧婷比我疼爱碧婷更多，我觉得这个是网友的一些调侃吧。我觉得怎么样的也好，我们一家人开心就好，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。我觉得家人是很多人的底线吧，我觉得并不是我吧，我是非常爱我弟弟，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跟我同父同母的人，就是你为什么要说他呢？说我就够了呀，我可以承担所有。向佐赢在起跑线上，但其实有没有人想过我起跑了20年？我其实如果赢在起跑线上，我20年前可能成绩应该比现在要好10倍吧。没吃过苦的少爷，其实我认可又不认可。可能对于原生家庭养家活口，我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个苦。这个可能是我跟所有人的一个区别，这个可能是你们觉得我没有经历过苦，但是我会对自己非常狠。比如我会去闭关6、7年，每天就练8到12个小时，这个我相信不一定每个人能做到。我从武打演员上，我手指也折过，那个膝盖也断过，也被倒插过，脖子也折过，腰也折过。武打演员的套餐我全吃了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苦，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没有你苦，那比来干嘛呢？我相信我在武打上或者武打动作上，其实我是合格的。在表演上面，其实在门前宝地能够完成，某程度我已经得到导演的认可。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比如让这个节目播完，或者让
文件宝地上映之后再给我一个新的评价。对于向佐喜剧这个话题，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挺二的人，我其实生活中蛮有喜感的，只是人家对我有太多的刻板印象了，就各种二代啊，各种的少爷啊，各种的公子哥啊，都会觉得我是个很严肃很有距离感的人。其实我跟普通人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吃的特别简单，我吃几个鸡蛋，吃油条豆浆就够了。我可能中午饭就吃个青菜，一周还吃3天素，我吃的可能比你还便宜，真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其实世事不惑，其实刚刚好。前面的路、前途、家庭的前面的方向，小孩子还有上面的长辈都比较稳定，也没有太多的困惑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他们的健康，还有老婆在家里辛不辛苦啊，开不开心啊，重新出来录节目的状态怎么样啊，这个是我对于担忧更多了。对于困惑其实已经没有。40岁我最想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大家对我的认可，还有我家里人的真的幸福。因为我的小家还是很被关注的，我希望大家祝福我的小家幸幸福福，因为2个孩子真的很可爱。而且我再一次重复，我老婆为我们这个小家付出了非常多，真的再一次感谢郭碧婷，真的。最近有收到各种的邀请啊，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都有收男主或者单男主，或者是不是主角的也有但我都还没签约。幸福指数高了很多了，当然因为我以前没想过要结婚，因为毕竟我在这个行业之前也真的没有什么成绩，我很要强的。我希望结婚是透过我自己努力，然后自己能够负担得起整个家庭。结婚之后，尤其现在有了小孩之后，状态其实跟19年更不一样。我的幸福指数达到了100%了已经。我跟碧婷本身就非常恩爱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恩爱到极点了，已经最高峰了。虽然还可以更高，我希望可以高到永远。向佐天生是断王，但他内心又向往亲切友善。喜剧的内核是悲剧，他人设是极致反差，正好可以支撑喜剧的信念感。纯文戏确实不是很适合他，反倒是洪金宝、成龙这种作品动作搞笑的赛道很适合他。这位网友还蛮懂市场的呀。我唯一一点就是纯文戏虽然现在你们看真的不适合我，因为门前宝地还没上。我当然很敬佩也很仰慕他们2位，但是我更喜欢的是李小龙先生。李连杰先生不用说，他是我师父，但是呢洪金宝先生跟成龙大哥的作品我也很喜欢，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适合的话，我一定会尝试。